这一波的这个德州呢，将近100年以来呢，头一次这么严重的雪灾啊！我觉得特别神叫德州人学习谦卑在神的面前，因为如果你问其他的美国人呢，都会觉得德州人很高傲啊。这波的风暴叫做 Uri 这个字啊，在希伯来文原文是什么意思呢？它就是 God is light， 上帝是光啊。我想所以在这段好像未来都那么不确定的时间当中呢，我觉得神特别呼召我们的启示啊，他全备的亮光呢，仍然在神的家中呢，一般敬虔的儿女当中，提醒我们在这段时间呢，跟神对齐。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做的见证呢，都讲到2个家、3个家呢在一块儿啊，然后去了一半呢，你家没电了，所以又到我家来呢，我家又没电了，又回到你家去，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一个画面。因为今天我们是在一个过程的里面，就像耶稣钉十字架一样啊，如果你只在那个过程里面呢，而没有看到最后他从死里复活呢，你会觉得神好像真正做了一件非常失败的事情。今天我们还在说这个故事的内容，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啊，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。所以我相信呢，神向德州、向美国甚至向全人类啊，包括台湾啊，包括所有的族群啊，是赐福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。德州是不下雪的州，所以政府没有编列那个铲雪车的预算，所以下雪呢就不能开车，因为外面都是雪，而且当天的积雪大概到我的小腿肚，大概至少30到40公分那么多，所以车子基本上是不能开的。但因为我们真的太冷了，所以我们就硬是给他开到教会弟兄姐妹的家，然后在那边借住。也有很多人就是在网络上就说我愿意开放我的家，或是很多像学校也马上就是说他们开放学校特定的，因为学校有自己的发电厂，所以学校说他们开放特定的房间，这边有热的食物，这边有水，这边有电。我觉得很感动，就是在这个，因为真的是灾难啊，我只能这样讲，因为没有人想得到，大家都以为只是下个雪，我们应该正常的生活或是放假，结果不是这样的，是没水，然后没电，就最基本的都不行，然后没网路，真的是雪上加霜。可是就看到雪上加霜的时候，有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开车送水，有人愿意冒着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感染，但你就来我家吧。这种状况真的是可以看到，就是说上帝在这里的可能对文化也有一些影响，真的很感谢主，不然真的不知道怎么办。